咱们很多人一换花盆，这个植物就出现问题啊。今天咱们根据根系的几种情况，还有这个不同的花盆，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换盆，什么根系，怎么换盆啊。视频比较长，大家看不完的啊，你先收藏。咱们先看第一种，像这个小的栀子花这种全是毛细根的这种植物，咱们换盆的时候要注意啊。咱们给花换盆，大家注意，重点保护的是这种白色的毛细根啊，给大家科普一下。我又开始霍植物，给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毛细根，什么是侧根。以这个栀子花为例啊，这个粗一些的它叫做侧根，这些细毛毛它叫做毛细根。植物需水的主要区域就是这个细毛毛啊，就是它。所以说咱们换盆的时候，你给它全给干掉了，那么这棵植物状态马上下降啊。所以说回来，像这种白根比较多的这种全是毛细根的这个植物，咱们换盆的时候可以不动它这个毛细根，直接往盆里做。选一个小的瓷盆，瓷盆底下还是建议大家铺陶粒啊，还是咱们的这个重沙沙火土加底土。咱们的这个毛细根不动它，直接往周边去加土。这时候咱们需要用到一个筷子，沿着盆边去往下压，把这个土给它压实了。因为这个周边的这个根系啊，全是毛细根。这个时候咱们必须让这个毛细根与土壤充分的贴合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毛细根遇到土壤啊，这个新土有湿度，那么它才会往外去生长。换完盆以后，我都是加点这个微生物有机肥，让微生物去刺激这个根系的一个生长，加快它的一个浮盆速率。第一种情况咱们换盆就完事儿了，浇水浇透，浇足水啊，让底部哗哗的淌水。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根系老化的这种情况啊，咱们可以看啊，它周边的这个根系都是褐色的，老化的比较严重。那这个时候咱们换盆的时候，可以用这个小耙子啊，给这个老根给它梳理梳理啊，让中间的这个根系啊往外生长生长。咱们梳理的过程当中，咱们要注意啊，粗一些的这个侧根，刚才讲过这个侧根啊，粗一些这个侧根咱们要保留。这个侧根接触到新的土壤，它开始往外发这个新的一个毛细根，那这时候毛细根长出来，这棵植物它基本就浮盆。咱们梳理的目的是为了让里边的这个侧根啊接触到新的土，让它往新土里长，这样它的这个生长状态会更好一些。这之前都给大家讲过啊，就是你们不看视频都给大家讲过，顺便给这些杂草啥的都给它干掉啊。咱们给它留一部分护新土啊，让这个侧根露出来一部分，让这种根系接触到新的土壤，它发根概率是比较高的。咱们再换一个底部排水比较好的一个花盆，像这种排水性比较好的花盆，咱们就可以不用去垫这个陶粒了啊。如果说这盆特别大，那么咱们还是建议垫一点这个陶粒。一样啊，重沙沙火土，刚才那盆没放底肥啊，这一盆给它放点底肥，还是这个微生物有机肥。这个时候种的时候咱们注意了，像底部这个中间掏了个窟窿的，咱们可以给它塞点土啊，塞点土，然后再往里做。不让这个中间这个产生一个空洞，把这个根系顺着周边往里梳理梳理，让它向下去生长了。周边填土一样啊，咱们周边填土的时候要给它塞实啊，要给它塞实。室内通风不好的，咱们一定要遵循着浅埋浅种的一个原则，让土壤加快一个干湿循环的速率。一样啊，土面追加点这个微生物有机肥，加快刺激它生根，让它快速的浮盆。咱们动根系以后，这时候用到剪刀啊，我这个比较特别，毛比较少，叶比较少啊。咱们动根以后，要适当的把这个新芽顶端的这个新芽，咱们适当的这个修剪修剪。正在这个开花的植物，咱们要给它去一部分花苞啊，水浇透，放在阴凉通风地方缓苗。第三种情况就是这种黄泥土土球发货的，这种土球发货的，大家最纠结的就是这个要不要洗根啊？要不要洗？咱们看你的手法啊，在我这儿它肯定是要洗的。看我拿的一个顺序啊，咱们先拿表面土，你不要说这个土球直接往那个水桶里一干啊，或者是拿大水一冲，咱们给周边的这个浮土啊，给它去掉一部分就可以了啊。就是这时候我跟大家说，你不要太强迫症啊，你不要把中间这个土全给它冲掉，这个根系露出来了，让它向外生长，然后中间保留一部分土，因为咱们很多人中间土去掉以后，中间土填不实，导致一个烂根啊，这种情况非常常见。咱们这时候再用一个陶盆去养护，周边透气性比较好的陶盆，咱们一样啊，不做透水层。咱们加底土啊，放底肥，就是我给大家演示的时候，你要注意细节啊。这种根系要不要修剪？不用给它修剪，没有烂根，咱们不要拿剪刀去修剪啊。你拿剪刀修剪完以后，剪刀修剪过，它一个积压会造成一个新的伤口，这个伤口很容易持续的一个腐烂，导致你花盆里边全是病菌啊，整个这个花救不过来。咱们根系顺着这个花盆，根系的方向，咱们大家用手去给它往下摁一摁啊。让它往下去生长，因为下边的土比上面的多，让它向下生长。
这样根系扎得更深，它发出来的毛细根更多。干到这种情况了，大家注意，这时候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土填实啊，土填给它填实诚，等等的，还是咱们的这个种啥啥火土啊，咱们一定要给它填实。然后这个一次性块的，大家给去扎一扎土啊，扎一扎土。扎土不是为了给它透气，是把上面这个浮在表面的这个土啊，给它扎透啊，让它能够接触到根系。这个根系只有接触到土壤，它才能够发根啊，它才能发根。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而不是说我扎一扎，我是给它扎点透气孔，不是这样啊，不是为了它透气，是为了给它填实啊，来点这个微生物力肥，让它加快生根，加快复盆数缕啊。浇水去浇透，放在窗台上去浇透啊。咱们再说一种根系，大家注意啊，像那种盘扎的根系，像那种粗根比较多的，咱们尽量的不使劲破坏它的情况，给它尽量的梳理梳理根系啊，让它这个根系接触到土壤，让它往下去生长。你这么转圈长，它的挤压感越来越强，这个根系会形成一个绞杀的力量，把里边这个根系都给绞死啊。它不往外长，它只转圈长。然后咱们再给它挖个窝啊，再去给周边塞土，然后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给它进行一个缓苗。最后再给大家区分一下土啊，这个就是我在网上买的比较便宜的一个营养土吧，这个就是咱们种啥啥火土。就是你在浇地根水的时候，你买到这种土，下水速度是非常慢的啊，而且你浇完水以后，它成一个泥泞的状态，像和泥一样。那么你买到这种土啊，我做这个对比，并不是说我这个土有多牛逼啊，这种土不让用，不是啊，是你买到这种土，你钱别白花，你就干什么？珍珠岩你就往里干啊，去拌珍珠岩，至少蒸到3份以上，按体积算蒸到3份以上，珍珠岩或者火山石往里干，搅拌啊，给它搅拌均匀喽。我这只是举个例子啊，不是让你搁家和泥玩啊。然后咱们再去看它这个下水速度会比之前会快一点，就是这个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啊，就是不是说我这个土多很多厉害啊，就是它会简化你氧化的一个难度啊，这种就是增加你一个难度，你自己去调配。能看到这儿的都是真爱粉了啊，你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